是他勾引的我。我的确跟他发生了关系，但那是他勾引的我，我是受害者。法官大人，我想现在已经不用进行 DNA 检测了，因为被告已经亲口承认了他的犯罪事实。你胡说！你胡说！你这是诱导供词！我要求取保候审。书记，依法根据我国法律相关条文，无论行为者是否明知对方为少女，只要与其发生关系，无论对方是否自愿，都将以猥亵罪、强奸罪论处。法官大人，请您一定要为我女儿做主，严惩这个畜生。金律师，谢谢你，谢谢你找到我，要不是你，我们也没有勇气把这一切说出来。我反对！你们不能这样看我们的偶像，他这是在为我们粉丝谋福利。全体起立。经合议庭评议，现宣判被告人苏巧巧犯遗弃罪、重婚罪，证据确凿，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3年，刑满释放后必须与现任丈夫赵贺解除婚姻关系，接纳周大龙及婚生子周耀耀。巧巧，我的女儿！真是，你这个颠倒黑白的畜生！你为了钱毁了我女儿一辈子，你自己做天再看，你会遭到报应的。哪个律师不是为了自己的雇主着想？要怪就怪你们请不起大律师。金大律师出来了，万律师金律师，您再次帮助弱势群体万里寻母，请问有什么感想？作为律师界的常青树，我有责任也有义务为我的当事人主持公道，让正义回归到它原本有的位置。不好了，被告人苏小巧撞墙自杀了。自杀？怎么会？人在做，天在看。今生，这就是你的报应。都是你了！我好像错了。这是我接触周大龙案子当天。我重生了。检测到宿主强烈赎罪意愿，天道罪罚系统已激活。新手任务：为真正的受害者伸张正义。任务目标：帮助苏巧巧洗脱污名，将人贩子绳之以法。任务奖励：罪恶读心术。来得及，一切都还来得及。今后我今生再也不能助纣为虐了。人气巨星李易凡在参加综艺时，偶然得知了周耀耀小朋友的凄惨身世。其母苏巧巧在8年前离家出走，杳无音信。李易凡先生被寻母的执着深深打动，当即决定出资帮助这可怜的一家人奔赴海城，万里寻母。我们坚决不能再让这样的人间悲剧继续发生下去。不管这条路有多难，我都要帮耀耀忙。狗屁的万里寻母！哎，你怎么不说孩子的母亲当年被人拐进了深山，嫁给周大龙畜生，受尽凌辱才生下的孩子？九死一生才逃出了这个地狱。李一凡，你居然为了流量来了一个正义使者的人设，带着一帮恶魔不顾真相去撕咬一个遍体鳞伤的受害者。
还有我，今生前世的我，竟然为了金钱和名誉，也成了一个帮凶。黑心律师，我今生再也不能做第二次了。喂，金律师，这么晚了，是案子有什么新进展吗？周道龙那个案子我不接了。什么？金律师，您不是都已经答应了吗？我们定金都……钱我会原路退回，告诉你的主子，正义的忙我帮不了你。金少，你是疯了吗？我刚刚在门外都听见你打电话。李一凡那么大一条鱼，你就这么放了？送上门的名和利，你说不要就不要了？送上门的名和利，你说不要就不要了？你嘴里的名和利太脏，那种建立在别人事故上的钱，我先烫手。金少，我看你他妈真是疯了！我不是疯了，我是醒了。还有赵德龙，我告诉你，从今以后我们的合作关系到此为止。金少，你清高，你了不起，这个案子你不接，我接。等我名利双收的时候，你别跪着回来求我。是周大龙的辩护律师吗？这帮见钱眼开的畜生，不师道诛心了？怎么着，还要上门把人给逼死吗？你来干什么呀？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你们误会了，我来是想帮苏女士的，我想做苏巧巧的辩护律师。金律师，别费劲了，我们根本斗不过他们。而且巧巧现在精神已经崩溃了，把自己锁到房间里面，谁都不见，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庭。你帮我们，现在全网都在骂巧巧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那个李一凡，他是大明星，有无数的粉丝。舆论对我们太不利了。可是舆论是可以被引导的，真相终将刺破虚伪。请你们给我一次机会，我能跟苏女士聊聊。苏女士，我是律师金盛。如果你选择退缩，我想也没人会怪你。但是如果我说，我想让那些把你推进深渊的恶魔处以极刑呢？难道你不想看到那些恶魔在法庭上受审判的那一刻吗？金律师，你快走吧，别劝了，劝不动的。我每天都想着逃跑，可每次换来的都是更狠的折磨和毒打。我们记得是第几次？我终于逃出，我终于逃出来了。人贩、强奸犯、施暴者，一群人渣，根本不配活在世上。不好意思。喂，金盛，你不要的香锅不可就归我了。李一凡刚刚已经和我签了合同，正式委托我来代理周大龙这个案子。那正好，就不用我通知你了。通知我什么？我现在通知你，我是苏巧巧的辩护律师，咱们法庭上见。金盛，你他妈是铁了心的要跟我作对是吧？
你以为凭借你一个人就能够所有我还有李一凡背后的资本抗衡吗？我会让你输得一败涂地，连律师证都不证。赵东华，你还没看清吗？我这次的诉求是绑架，是非法拘禁，是强奸罪，我要让周大龙及其同伙得到应有的惩罚。上都他妈真是疯了是吧？你尽管放马过来。还有，请转告你的新主子李一凡，在法庭上也要亲手撕碎那虚伪的偶像光环。呸！有脸的贱货，跟着野男人跑了，现在还有脸来告俺们，天理何在？老天爷真是瞎了眼了！俺的媳妇怎么就跟了别人了？俺不服！奶奶，我就想要妈妈。听见了吗？这就是民意。金圣想跟民意斗，跟我的粉丝斗，跟舆论斗。怕他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叶先生说的没错，什么狗屁的绿界常青树啊！他金圣只不过是个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小丑罢了。你放心，明天开庭，我一定会让他身败名裂，万劫不复。我要他，还有苏巧巧那个女人，一起被舆论的口水给淹死。证据链已经基本完成，舆论的反转呢，我也做过充分的准备。按照常规的诉讼，我们必胜无疑。但是，想让周大龙及其他背后的人贩子付出最惨痛的代价，我们还需要对他们致命的一击。苏女士，我希望在法庭上等着所有人展示你身上的那些伤，这是他们罪恶的证据。这也太残忍了！你说什么？让我的女儿当着全国人的面揭开伤疤，这绝对不可能！我知道，这或许有些残忍，但是因为只要能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我做什么都愿意。好，赵德龙、李一凡，你们想用舆论当武器，明天我就让你们亲眼看看什么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尊敬的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团，我的当事人周大龙一家善良淳朴，这8年来唯一的愿望就是想找回自己的妻子和母亲。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边这位孩子，这8年来他没有一天是不思念自己的母亲的。幸得正义善良的李一房先生，他们才能跨越千里到这里重逢，只为一家团聚。那个女人真是铁石心肠，连这么可爱的孩子都不要，真是水性杨花，自己跑出来过好日子，留下老公和孩子，真不是东西。不是的，不是这样的。这些颠倒黑白的畜生，分明是要逼死巧巧。苏家，现在请被告黄律师进行辩护。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苏巧巧，她没有犯下遗弃罪，更没有所谓的重婚罪。我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的当事人非但无罪，更是本案中最大的受害人。
但是在出示证据之前，我向本法庭申请，接下来的庭审将进行全网公开直播。全网直播，跟我比粉丝比舆论，之前自己死不够快。法官大人，我方同意公开直播，真相越辩越明，我们不惧任何形式的公开，同时也让全网的观众看一看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是如何剖腹弃子的。好，本庭批准被告方律师的请求，即刻开启全网直播。支持爱豆，支持一凡哥哥，正义永远不会缺席。太坏了，心疼这家父子。感谢一凡，让我们看到了人间真情。金大律师，现在轮到你的表演，全国观众都在看着你如何证明你的当事人无罪？难道坐在我身边的孩子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吗？不，周耀耀的确是苏巧巧女士的亲生儿子，但正因如此，我才要告诉所有人，我的当事人苏巧巧，她非但无罪，她才是本案中真正的受害者。真正有罪的是他们，原告周大龙一家。他们犯下的是绑架罪、非法逼近罪、强奸罪。8年前，我的当事人当时还是一名大学毕业生，被该死的人贩子拐卖到了深山，卖给了周大龙，才强迫成婚，被迫生子。他能活到今天，可以说是九死一生，才从那个吃人的地狱里逃出来。我操，真的假的？真的，拐卖！周大龙他们一家就是绑架犯和强奸犯，必须死刑。楼上别激动，万一是炒作呢？肯定是这个女人水性杨花，现在反咬一口。一个母亲怎么可能舍得？一派胡言！法官大人，我抗议！对方律师是在毫无底线污蔑我的当事人。金大律师，你说非法拘禁、强奸、拐卖，我想问你，证据呢？你没有，我有。结婚证，白纸黑字盖了章印，这难道能作假吗？苏相，原告律师，结婚证经本庭核实，真实有效。被告方律师，你既然提出了如此严重的指控，你也应该有相应的证据。尊敬的法官大人，我承认我暂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是被迫成婚的，但是常理不容狡辩。我的当事人毕业于名牌大学，他的父母更是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这样的出身，怎么可能自愿远嫁到一个偏僻落后的山村里？又怎么能嫁给这样一个恶劣的懦夫懒汉呢？这张所谓的结婚证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多少肮脏的交易？难道不值得怀疑？抗议！这根本就是你的主观臆测。法庭是讲究证据的地方，不是让你在这里讲故事博同情。你说不合常理，我看未必吧，说不定就是他们当年见钱眼开收了周家一大笔彩礼，卖了自己的女儿。哼，现在看女儿在城里找了个好人家就反悔了，所以想把这种脏事泼回给我当事人一讲空非事。你说什么？我吴家卖女儿？你真是个颠倒黑白的禽兽！禽兽！放屁！根本就是你们家见钱眼开。当年俺白拿出了那么多的彩礼。我操！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呀？你傻呀！2个大学教授会让自己的女儿嫁给农村？万一是人家周大当初很有钱呢？我看事情不到最后，谁也说不清楚。苏静，金律师，法庭不能采纳没有证据的推论。现在是
对方持有合法有效的结婚证。如果你拿不出证据来反驳，本庭将驳回你的指控。法官大人，我现在确实没有证据否认他们的夫妻关系，但是我有另外一种证据，一种无法被销毁，足以证明一切罪恶的活证据。活证据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怎么感觉这么玄乎呢？都过去8年了，还能留下什么证据？我看啊，他就是在拖延时间。不好说。哎，你们没发现吗？从开庭到现在，金律师的表情就没变，他太冷静了。我赌一个大反转。到底在搞什么鬼？你搞不搞得定啊你？殿下，你放心，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8年前的事情不可能留下任何物证，他只不过是通过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来博取同情，扰乱庭审罢了。法官大人，我方同意，请被告方律师立即出示他所谓的活证据。但是金大律师，我要提醒你，如果你提供的证据不被采信，或者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那么你就是在藐视法庭，公然诽谤。我将以诽谤罪和诬告陷害罪立刻起诉你。被告方律师，请出示你的证据。法官大人，其实我的证据就是我的当事人苏巧巧女士本人是8年前周大龙在她身上留下的殴打、囚禁、虐待所留下的累累伤疤，那些新伤旧痕，那些永远无法被时间抹去的烙印，就是铁证如山、无法辩驳的活证据。抗议！我严重抗议！法官大人，法庭是何等庄严神圣的地方，被告人当众脱衣，这是公然侮辱法庭。你们看，这可是在全国直播的镜头前面，他竟然干出这种事情，这是一个检点人应该做得出来的吗？这种人说的话，还有什么可信度？你一个女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脱衣服，确实违背公序良俗。苏巧巧，你忘了昨天晚上你是怎么说的？你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你忘了那个畜生是怎么样在你身上留下屈辱和痛苦？就算不为你自己，你要为那些和你有同样遭遇的至死无法上法庭的受害者，为他们发一次声。我没有说啊！娇娇，我身上的每一道伤疤都是铁证，这是周大龙用刀划的，这个是王楚华用铁链把我拴在猪圈留下的。我每逃跑一次，身上就会多几道伤口。完了，冤枉了！我的太惨了！这伤疤请求法官严惩凶手，还受害者一个公道。原告律师，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打老婆怎么了？我们村里人哪家没打过老婆？夫妻俩过日子嘛，身上没伤哪算过日子呀？我爹妈年轻的时候还拿刀对砍呢。
对呀，家暴最多是虐待，可比绑架强奸罪轻多了，真是蠢人有蠢福啊！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周大龙说的没错，这在他们乡下就是一种粗鲁的夫妻相处方式。我们承认这是家暴，但也正因为如此，恰恰证明苏巧巧是因为接受不了这种夫妻粗鲁间的相处方式，所以才离家出走，从性出墙。这与我们主张的遗弃罪并不冲突。你胡说！这分明是恶意伤害！我杀了你这个颠倒黑白的畜生！肃静！被告律师，对方现在主张这是家暴，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这些伤痕是囚禁、虐待所致，而非夫妻间的暴力？有，我当然有证据。不过赵德龙，你确定还要继续掩盖事情的真相？事实就是家暴。好，既然你还要垂死挣扎，那我就用最后的证据成全你。可能，金胜，你所谓最后的证据一定就是哗众取宠的把戏，因为根本就没有绑架、虐待、拐卖人口的事，这一切都是你在虚张声势。金胜，承认吧，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最后的证据。承认吧，证据我等一会儿会给你看的。不过在此前，法官大人，我请求传唤最后的证人出庭。证人？怎么可能还有证人？这都多少年前的事？难道说……苏静，本庭批准被告方律师的请求，请带证人出席。法官大人，目前我的证人不在法庭之上，我请求法庭协助提审一名正在服刑的囚犯。天大的笑话！金胜，你的证人在监狱，我告诉你，你这种行为是公然戏弄法庭。黔驴技穷你就直说嘛！我请求法庭提审3年前因特大拐卖妇女儿童案被判入狱的罪犯冯志华。抗议！我严重抗议！法官大人，这与本案无关，被告律师这是在恶意拖延庭审。抗议无效。两个臭人物啊，真想全完了。要不是他们非要来找人家苏巧巧，我也不会接受这个案子。全完了。立刻联系市第一监狱提审罪犯冯志华。休庭1小时。就是他成为我的人的，当年就是他把我骗走拐卖的我。苏静，证人，报上你的姓名。罪犯3587，冯志华。被告方律师，你可以提问了。冯志华，现在给你一个立功减刑的机会，就看你能不能把你看看他们俩，你认不认识他？8年前是你把我的当事人苏巧巧女士拐骗卖回来，知不当？抗议！
法官同志，我严重抗议，被告律师这是在诱告，他用减刑来诱导证人，这种证词根本就不可以采信。他说的是真的吗？万一我说出来，最下一等怎么办？抗议无效，证人是否有立功表现，自有法庭和相关部门评判，还轮不到你在这里说。孟志华，你抬头看看她，你也是女人，你也有儿女，难道你就为自己犯下的罪孽做出一点点补偿？他们犯下的罪可比你重得多，难道你还想看着他们继续逍遥法外？没错，事情比我还不是东西，凭什么只关我？而且他是不是在暗示，只要我说出真相，法院真的会考虑给我减刑？法官大人，我认识他们。他叫苏巧巧，他们是周大龙和王春花。8年前，是我将苏巧巧骗进了深山，以3700元的价格卖给了王春花一家。是这贩子，他是罪犯，他的口供怎么能相信呢？他说的话怎么能相信呢？人贩子固然可恨，但是他作为本案的直接参与者，他的话当然就是证词，凭什么不信？都给我闭嘴！吵什么吵啊？就是买了个女人嘛，是俺家掏的钱买来的，凭什么不归俺家？我操，他承认了，我们真的做过承认是买的。万里寻母，这他妈是万里追杀啊！助纣为虐，帮着人贩子欺负受害者。不是的，俺说错话了，俺没文化，俺胡说嘞。赵律师，你替俺说句话呀！法官大人，俺儿子是无辜的，都是俺一个人的主意。你要罚就罚俺一个人吧。而且，俺就是给儿买了个媳妇儿。真正的人贩子是他呀！法官大人，请您听我一言，人贩子固然是可恨之极，而像王春花这种买家，他们为人口拐卖提供了市场，他们是滋生罪恶的土壤。他买下的不是商品，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仅参与绑架，而且非法拘禁、无情虐待、纵容强奸。如果不是我的当事人九死一生逃了出来，今天审判的恐怕就是一桩故意杀人案。法官大人，我恳请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对这种罪大恶极、泯灭人心的罪犯处以极刑。我请求判处王春花死刑，立即执行。法官大人，饶命啊！俺错了，知道错了，俺再也不敢了，俺再也不敢了。金律师，跪下！金大律师，你看，我孩子还小，他不能没有爸爸，你就饶过我这一次吧。你们应该求饶的不是我。巧巧啊，俺知道错了。你看，你现在已经回娘家了，活得也好好的，你就给俺这苦命人留条活路吧。你们都该死！你没有前来锁着我的女儿，等到娃她生下之后，就没想过说我她。法官大人，这种人死不足惜，请您务必判他们死刑。
法官大人，请您为我做主，将这群恶魔绳之以法。贱货，白眼狼！俺们家花钱把你买回来，你还敢告俺们？早知道当初就应该把你弄死，弄死！肃静！赶紧起！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庭现在当庭宣判。本庭现在当庭宣判，经合议庭评议，现宣判：被告人王春花犯绑架罪、非法拘禁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5年。被告人周大龙犯绑架罪、强奸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虐待罪，其人及其恶有社会影响极大，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注意，有其亲属抚养，依法给予最低生活补助。乔乔，太好了！乔乔，太好了！这帮畜生终于被绳之以法了。这一回，我终于选对了。新手任务为真正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已完成，任务奖励罪恶读心术已发放，宿主可洞察他人内心，知晓他们心里最深处的罪恶。带走。现在宣判证人冯志华。请等一下，法官大人，冯志华虽有立功表现，但大罪不可恕。我请求，不但不能给他减刑，反而应该罪加一等，从重处罚。手上的懂什么呀？人贩子有一个算一个，都该死！我们作证，支持金律师。金律师，要不算了吧，他也算帮了我。金律师，我知道你很善良，但是有些罪恶是绝对不能被饶恕。肃静，被告律师，你请求从重处罚的依据是？依据？人贩子都该死，请宿主重判冯志华。任务目标：追查出冯志华所有的罪恶，将人贩子彻底绳之以法。任务奖励：罪恶速写。好啊，果然人贩子都该死。要不是我刚获得了罪恶读心术，真就被你这头披着羊皮的狼给骗过去。法官大人，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告诉大家什么证。冯志华2年前拐卖7岁男童1名，打断其双腿，逼迫其当街乞讨。8年前，你拐卖7岁男童，打断其双腿，逼他乞讨。你胡说！7年前，拐卖妇女3名至黑煤窑，其中1人反抗，被你伙同他人活埋。7年前，你拐卖3名妇女，其中1人被你活埋。5年前，你拐卖女婴2名。4年前，你拐卖女大学生3名，其中1人不堪受辱跳崖自杀。3年前，你一共拐卖妇女儿童6人。我说没说错？畜生啊！我操啊！这个畜生，你是人吗？金律师，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你是怎么得知的？法官大人，在接受本案之后，我曾对冯志华的过往做过一些调查，虽然信息很少，但是我有理由相信这些都是真的。所以我现在请求法庭对失踪人员的家庭进行询问和调查。好，休庭20分钟，立即核实。
下，经本庭核实，所有失踪人员家属需确认失踪时间和其历史提供信息完成落实。洪志华，你认没认罪？我认罪，我全都认罪。证据确凿，无需庭审，本庭宣判，罪犯冯志华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立即执行。任务：人贩子都该死，已完成。任务奖励：罪恶速写已发放，宿主可配合读心术使用，以超快速度速写出其犯罪过程和证据。庭审结束。请等一下，法官大人，本案还没有结束。现在我要状告本案的原告律师赵德龙，以及本案件的始作俑者李一凡。李一凡，我的天啊，怎么还有后续？他怎么敢告律师还有我家哥哥？就是啊，他凭什么状告我们家爱豆？要告就告赵德龙好了。金少，你有完没完？你凭什么告？我又没犯法。赵德龙，你身为律师，难道你不懂吗？为罪犯伪造证据，颠倒黑白，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你竟然恶意引导舆论，混淆是非，难道这不是犯法吗？胡说八道，血口喷人！哼，守着点吧。至于李一凡，你为了虚假的名誉助纣为虐，像你这样的劣迹艺人掌握着话语权，这是对善良百姓的侮辱。法官大人，我们都是被周大龙一家给骗的，我和李一凡先生都是无辜的，我们被蒙在鼓里头。没错，金大律师，凡事都是要找证据的。我是一个公众人，我怎么会明知故犯，做这种自毁生命的事？金大律师，你不能仗着自己资历老，就欺负我这种绿界新星的。有本事拿出证据啊！证据，全网直播几十万观众的亲眼目睹，就是铁证。我们作证，这是金律师、严扯黑心律师和劣迹艺人。哎，没错，我们都看着呢，他们就是一伙的。赵德龙，你只是个开胃菜，而你，李一凡，你才是真正的主菜。好戏还在后头。他难道还知道些什么？这怎么可能？被告赵德龙犯伪证罪，妨害司法罪，情节严重，判处有期徒刑7年。我不服！你凭什么这么判我？你不配当法官！放开我！放开我！李先生，李先生救我呀！走，李一凡，你个王八蛋！你个王八蛋！法官大人，那我怎么是清白的？总不能现在献爱心也算犯罪？这个从法律上讲，确实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你，那只能……法官大人，我要状告李一凡偷税漏税、猥亵少女以及这个邪教罪。开什么玩笑？说我们家一凡猥亵少女，组织邪教，其实是疯了吗？偷税漏税我信，毕竟哪个明星不干这事儿？但后面2个罪名也太离谱了，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污蔑。就是，金氏真是赢疯了，开始乱聊了。这是一凡哥哥告诉他的。金氏，你这是诽谤，是污蔑！我李一凡行得端，坐得正，我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情。丁，检测到宿主强烈正义意愿，激活隐藏任务，让邪恶者不再掌握话语权。任务目标：将李一凡的3项罪名全部坐实。任务奖励：精神学心理大师技能。金律师，你提出的这3项指控，每一项都非对不可，你有证据吗？法官大人，我当然有证据。在出示证据之前，我想问被告一个问题：如果他配合的话，
或许我会考虑让他罪不至死。李一凡，你是否承认你名下的多家公司都存在着严重的偷税漏税行为？绝对不可能！我向来是个守法纳税的优秀公民，别含血喷人。情绪越激动，内心的罪恶就越清晰。罪恶读心术发动。果然啊，我刺激你一下，你心里的秘密怎么会这么快就爆出来？法官大人，我的问题不忙。吓死我了！原来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在捕风捉影的诈我。法官大人，您也都听见了，他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他这是在公然诽谤我。我现在建议立刻休庭，我的律师团队会对他马上提起诉讼。我就说嘛，金氏肯定是赢昏了头了。我们家哥哥怎么会犯罪？雷声大雨点小，搞了半天连证据都没有。算了算了，今天这次算是我挨拖了，等着收律师函吧。李一凡啊，李一凡，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给了你机会，你却不珍惜。法官大人，既然如此，我现在就向法庭展示李一凡偷税漏税的全部证据。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法官大人，就算他真的拿出什么证据，那也一定是伪造的。法官大人，我抗议，我还没有出示证据，被告就在这儿疯狂抵赖，百般阻挠，这是咆哮公堂。我有向法庭提供证据的权利。抗议有效，这个事，请你拿出证据。好，书记员，麻烦你给我一摞 A4 纸和2支笔。搞什么？他拿白纸当证据，你疯了吗？我看他就是黔驴技穷，用这种方式哗众取宠，拖延时间。你们看，他好认真，难道说我们家人都真的？罪恶速写，发动。法官大人，证据已书写完毕，请呈上公堂。这竟然是李一凡名下所有公司半年来全部的偷税漏税记录和内部账目。真的假的？他竟然用这么少的时间写出了这么多内容。我距离他最近，刚才看的也很清楚，他那双手就跟打印的一样。不过我听说过，有些人真的有这种本事。这怎么可能？内落纸少说也有200张呢，5分钟写完，他是神仙吗？对呀，就算他写得完，他又是从哪里知道这些机密的内部账目的？这不科学。我不怕，这些证据绝对是假的，是伪造的。这个事，你如何能证明这些记录真实性？你又是从何种渠道得知的？假的，这些都是假的，我根本没有偷税漏税，我就算有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资料，就算知道，也不可能都记在脑子里，这根本不符合常理啊！怎么会？连我和财务都记不清的暗账，他怎么会知道得一清二楚？难道公司里出了内鬼？是真是假，很简单。法官大人，我请求法庭立刻派出稽查人员去李一凡的公司查封所有账目。李先生，私人企业面对法庭的调查令时，你恐怕没有拒绝权。
本庭批准，现在立即派遣相关人员持其查令前往李一凡名下的所在公司进行调查。对了，全网直播，现在可是在全网直播，我名下那些公司的人肯定都已经看到了。他们一定有时间销毁那些车祸。我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还真是个被名利冲昏头脑的蠢货，还真以为稽查账目是过家家呢。我有必要提醒一下李先生，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法官大人，稽查人员往返取证需要时间，不如在此期间，我们来解决一下李一凡先生的第二小节。我哪有什么第二小节啊？我身为全民偶像，我要为我自己的言行负责，为观众做个表率。你说我猥亵少女，你有没有证据啊你？你觉得我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随便开口吗？那些女孩都是自愿的，怎么会有人反咬我一口？难道我被偷拍了？你根本在胡说八道，你还是在诽谤我。你说的那些证据，无非就是些照片吧？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什么样的照片做不出来？难道哥哥真的做了那种事？我不信，肯定是这个律师在吓唬人。是谁告诉你我的证据是照片？证据难道就不能是活着的人吗？你就是在诈我，我问心无愧。既然你死到临头了还不知悔改，那你就等着下地狱。法官大人，请求法庭立刻传唤我的3位证人出庭。真的有证人，一下就是3个，我不信，肯定是这个律师在吓唬人。我家哥哥不是那种人。肃静，现在立即传唤证人。请报上你们的姓名。法官大人，这是我的女儿丁思琪，是他，是这个畜生对我的女儿犯下的罪孽。我们父母平时忙于工作，疏忽了对他的管教，才让这个畜生趁虚而入。现在恨不得把这个人渣活活打死。怎么会是他？他怎么敢来指证我？作为父母，有时候或许会忽视对于孩子的管教，但是法律不会。对于犯了罪的人来说，不管他是谁，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都会受到惩罚。这样也会为你们的女儿讨回一个公道。我们知道了，明天我们一定会出戏，指认那个畜生。李一凡，你确实做的滴水不漏，但你千算万算也算不到我是个重生者，而你的死期也到了。请陈述你们的指控。法官大人，就是他，李一凡这个人面兽心的王八蛋，是他用花言巧语诱骗了我的任天晴和他发生了关系。要不是金律师找到我们夫妻俩可能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你们能对自己说的话做保证吗？能，我们能。法官大人，只要能把这个畜生绳之以法，让我们夫妻做什么都行。我抗议！法官大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这些都是他来安排的，是他花钱找人来演戏。有照片和视频，没有就是污蔑，污蔑一个公众人物，污蔑一个公益大使。坚决相信哥哥，那些女人长得还没我好看，哥哥怎么会看得上？就是拿钱办事的骗子，滚出去！法官大人，我抗议。被告是在公开恐吓我的证人。李一凡先生，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DNA 样本有效提取时间是多久？是48小时。前天你才跟我的证人发生关系，昨天晚上他们立刻去做了 DNA 的检测，现在法庭也可以对你进行立刻的检测，不出5分钟，结果就有出了。到时候你是不是一个猥亵少女的强奸犯，就一清二楚了。是他勾引的我！
我的确跟他发生了关系，但那是他勾引的我，我是受害者。法官大人，我想现在已经不用进行 DNA 检测了，因为被告已经亲口承认了他的犯罪事实。你胡说！你胡说！你这是诱导供词！我要求去保候审。肃静！李一凡，根据我国法律相关条文，无论行为者是否明知对方为少女，只要与其发生关系，无论对方是否自愿，都将以猥亵罪、强奸罪论处。法官大人，请您一定要为我女儿做主，严惩这个畜生。金律师，谢谢你，谢谢你找到我，要不是你，我们也没有勇气把这一切说出来。我反对！你们不能这样看我们的偶像，他这是在为我们粉丝谋福利。你们不能这样看我们的偶像，他这是在为我们粉丝谋福利。这谁呀？脑子坏掉了？李一凡猥亵少女，还成了谋福利？我认得他，他是周怡君，李一凡粉丝后援会的总会长。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正手怎么坐实你第3条罪名？关键证人自己送上门了。法官大人，这位女士可能有话要说，我请求法庭让她作为证人，为事情进行主审。周勋，你快告诉大家，我对粉丝有多好，我为你们做了多少好事。法官大人，我叫周怡君，是一凡哥哥粉丝后援会的总会长。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我们粉丝为了自己的偶像做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应当的，为什么要追究他的责任？就拿丁思琪这件事来说，能和一凡哥哥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是我们所有粉丝做梦都不敢想的奢望。我们大家嫉妒他还来不及呢。周怡君，你给我闭嘴！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一凡哥哥，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抗议！法官，他疯了！我抗议！抗议无效。法官大人，我请求询问证人几个问题。允许。周律师，你刚才说的大家都记住，是指每一位粉丝吗？不许说！不许说话！你不许说话！你给我闭上！法警，把咆哮公堂的被告带下去。走。我根本就死定了！你们不能这样对一凡哥哥。好了，周女士，现在是法庭，你只能老老实实的说出你知道的一切，法庭才能根据事实依据来判定他是否有罪。我听说2年前李一凡的公司遭遇了一次经济危机，是你们粉丝众筹，那到底是你们自愿的呢，还是被胁迫的？他那么善良，怎么会胁迫我们？当然是我们自愿的，就算我们的父母当时不能理解，但那也只是暂时的。我们的父母以后一定会知道，我们是在追随自己的精神领袖。法官大人，我的问题问完了，您也许应该心里有数。关于这第3项罪名，本庭已有定论。这女人是傻子吗？这不是把我们哥哥往火坑里推吗？楼上的才傻，还没看清吗？没错，这就是脑残粉。而李一凡制造精神焦虑，趁虚而入，这不就是邪教的做派吗？带被告李一凡。李一凡，这是稽查人员刚刚从你名下的公司调查回来的证据，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认那些都是假的，证据确凿，由不得你抵赖。公司那帮人都是猪吗？为什么不把数据格式化掉？这么说，你认罪了？我没有，这些东西都是假的，是你们联合起来害我！李一凡，我看你是真蠢啊，还是说现在像你这样的明星就这么没有文化？
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说明白！你说不明白，你就是伪造证据，我还是要告你。我现在明白了，像你这样的所谓偶像，不会给粉丝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你简直就是社会的蛀虫。到底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你还不清楚吗？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现在告诉你，从法庭启用稽查人员的那一刻，王景就把你名下所有公司的全部数据封锁起来，你休想改动一个字儿。都怪你这个蠢女！我明明什么都没干，都是你害了我！法官大人，偷税漏税我可以认，其他2个罪名我真绝不会认的，都是他胡说。偷税漏税只是经济犯罪，罪不至死，过几年我就出来了。但组织邪教和强奸的罪名要是坐实了，我就死定了。一凡哥哥，我真的没有乱说啊，我和姐妹们真的什么都愿意为你做啊。索性，本庭现在对被告人李一凡进行宣判。全体起立。被告人李一凡犯强奸罪，证据确凿，罪名成立。犯偷税漏税罪，数额巨大，情节恶劣，罪名成立。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罪名成立，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凭什么这么判我？你不配当法官！你凭什么这么判我啊你？不该是这样的。季生，你给我等着！我的粉丝他不会放过你的。你还是好好担心一下你自己吧，到时候别被别的犯人好好照顾。至于你的粉丝嘛，恐怕现在也所剩无几了。带走！告法官，我会快速推告法庭的，我一定会告人的。任务让邪恶者不再掌握话语权已完成。任务奖励：精神学心理大师技能已发放。金律师，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没事，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你们今天都非常的勇敢，为你们有同样遭遇的受害者做出了榜样。我觉得应该感谢的是你们，谢谢。金律师，请问您是如何得知这么多内幕的？作为正义的化身，请问你是如何看待本次世纪审判的？各位，作为一名律师，在庭审前对案件做详尽周密的调查，这是我作为律师的职业素养和需要。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罪恶得到审判，让正义得以伸张。金律师，您口口声声说为了正义，但全网都盼着母子团聚，您却亲手打碎了一个家庭，让一个年幼的孩子彻底失去了父亲。您难道不觉得自己道德沦丧吗？道德沦丧？那我告诉你，什么是道德沦丧？法庭不是用来满足看客的猎奇心理，更不是用那痛苦的所谓亲情来绑架一个遍体鳞伤的受害者，让他重新回到地狱。难道一个女人她被绑架、被囚禁、被强暴、被迫生子，她就活该生活在一个吃人的暗无天日的牢笼里吗？不，绝对不应该。她应该有自己的人生。其实这个问题你不该问我，你该问问她。说实话，在金律师找到我之前，我已经准备认命，但是他让我明白，被强奸、被囚禁、被网暴，不是我的错。我凭什么要为了别人的错误而放弃自己的人生？周瑶瑶，是你父亲的错，将你带到这个世界上。你、我都是无辜的，但是我们的母子缘分也只能止步于此。希望未来的你
能明辨黑与白、是与非、善与恶。最后，我想通过我的案件，让更多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受害者不可耻，女性受害者更应该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所有的罪恶终会被惩戒，所有的魔鬼终会下地狱。人间正道是沧桑。本次庭审，金盛律师以雷霆之势将人贩子、施暴者及其帮凶，包括黑心律师赵德龙、劣迹艺人李一凡，全部送上了审判台。他为所有被拐卖的女性敲响了正义的钟声。太好了，有了这个案例，以后那些被拐卖的女性就再也不会被舆论道德绑架了。金律师，有位家长非要请您谈一场官司，定金都已经打到账上了，可我觉得这个案子不对劲。啊，怎么不对劲？对方邀请您做他的辩护律师，辩护内容是职场霸凌，可他的女儿是霸凌者。李月，拿回去，以后这种案子我们不接。让我给霸凌别人的畜生做辩护，做梦！太惨了，丁小雨就因为家里穷，就被那个叫李娇娇的女上司往死里气。这次最狠，直接打断了12根骨头。喂，是金大律师吗？我女儿的案子啊，倪律师，你女儿的案子我们不接了，钱我会原路退回。什么？金律师，以前你不是就收钱办事儿，从不管对错的吗？请问您是丁小雨的母亲？我是。你是？我是律师金盛。丁小雨的遭遇我看了，我想成为他的辩护律师，替他起诉那几个霸凌者。我没钱请律师。你放心，我们是义务援助，所以分文不取。什么？我不但可以让那些霸凌者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我可以让他们被判死刑。他家人把我拖到厕所，用脏拖把他，还逼我喝马桶里的水，就因为我没拿实习工资给他们这。真是的传说。喂，是金大律师吗？你是哪位？我是王有德，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鄙人有个习惯，喜欢提前通知一下对手，让你早做准备。我现在告诉你，李娇娇的案子我接了。如果你听说过我，那就知难而退，免得在法庭上身败名裂。王有德，我怎么听说你是个只认钱不认人的主啊？据说你为了钱，连自己的爹娘老子都能送进去。是，我还听说你老婆好像是出车祸死的吧？王有德，你干脆改名叫王缺德算了啊！这人在做，天在看，连老天爷也不放过你他妈的胡说八道！大勇，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你就等着在法庭上输给我吧！输？哼！王有德，我告诉你，这个案子你要是接了，你当心自己横死街头啊！还有，我告诉你，我要让你的当事人李娇娇被判死刑。
这个丁小雨就是一个穷鬼，活该被打，一身的穷酸味儿，我闻着就恶心。宝贝女儿说的对，不过有王大律师在，就算我们把他打死了，也不敢有人真敢把咱们家怎么样的。是的，王大律师。那是的，今生朽木枯株罢，他这个岁数连法律条款都背不利索，拿什么和我斗？明天开庭，我一定让他身败名裂。王大律师，这说到底，您到底有什么办法？听说这件事情好像都上新闻了，我心里还是有点担心啊。李总，你就放心吧。不过你女儿这次下手确实挺重啊，重罪12处骨折，还上了电视，光是赔钱的话，恐怕是不行，至少是重伤害罪。那怎么办啊？咱们来点损证。什么损证？装病，让你女儿装精神病。什么？我才不要！让我装成精神病，以后传出去我还怎么混？傻丫头，这样又不会掉一块肉。到时候这件事情风头过去了，妈妈就把你送到国外去发展。这种事情有钱人都懂。这就行了。以您的财力办一张精神病确诊证书，易如反掌。到时候在法庭上装我在项里，我保证你的女儿当庭释放。金律师，我们真的能赢吗？对方那么有钱有势，你放心，我自有必胜的光。可他们太有钱了，万一他们收买了法官呢？这你不用担心。开庭那天，如果法官在法庭上硬有偏袒，我甚至有办法让他也拉下手。但是如果想让霸凌者被判死刑，可能小雨他还需要做出最后的牺牲。什么牺牲？你们知道慰安妇？当年那些幸存的奶奶们为了控诉魔鬼的罪行，把他们告上了联合国。在联合国的法庭上，他们袒露出了那些魔鬼们在他们身上留下的一辈子也无法抹去的屈辱的痕迹。小雨，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不，我不知道，我不想知道。哦，明白了，没事。就算没有这些，我也会让李娇娇付出最惨痛的代价。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我方对丁小雨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同情不代表事实。据我了解，我的当事人李娇娇从小善解人意，在大学期间更是公认的善良校花，更不用说工作以后更是公司的形象大使。而实习员工丁小雨性格孤僻，心生妒忌，从而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引来李娇娇养护者不满，最终导致受伤，也并非不可。你胡说，分明就是你们把他打成这个样子的。原告家属，请保持冷静。金律师，对方律师的质询你怎么解释？法官大人，我有证据证明李娇娇就是精神霸凌者，但是在此之前，我对法庭有3个众怒玄虚。第一，我请求法庭进行全网公开质询。第二，我要求立刻视频连线我的当事人受害者丁小雨。第三，我要告诉在场的各位，霸凌者不止1位，而是3个。3个霸凌者，金律师，你有什么依据吗？在出庭之前，我在他们公司进行了调查。今天
有一位理当面指证，另外一位就坐在他们的席上。这个金圣好快的手段，连张林都被他找到了。王倩和张林都是我的跟屁虫，平时吃我的喝我的，他们还敢背叛我？可以，我们不惧怕任何对阵。好，本庭批准。金律师，人已经到齐了，如果你只是扰乱法庭，受自负。金律师，王倩，你现在在法庭之上，就把你知道的所有一切告诉他。我没什么可说的，是你骗我来的。原来只是雇来的演员啊！真是好手。王倩，厉害！你想一想，昨天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你想一想，昨天我是怎么跟你说的？我知道你跟李娇娇做的一切，给我点时间，我可以挽回这一切。你把细节都告诉我。万一不想的，我家里困难，我要是不听他的，下一个欺负的就是我了。那你就可以为虎作伥吗？你看看丁小雨的结局，这是你唯一能赎罪的机会。是他干的。那天在楼道里，我亲眼看到他把丁小雨从3楼楼梯推了下去。我抗议！法官大人，这纯属污蔑！你别这么看着我，我以前怕你是因为我家里穷，但现在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被你这种恶魔裹挟了。抗议！一派胡言！王律师，他们两位都是丁小雨的同事，难道你想法庭立刻派人去他们公司再调查一遍？抗议无效，金律师，请继续。张林，我知道你心里受够了李娇娇，只是不敢当面反抗。没关系，你看看他，看看他的眼神，他已经勇敢的当面的指证了李娇娇，你还害怕什么？你还害怕什么？你还害怕什么？明天开庭，王倩会当面指证李娇娇，不用太怕。如果你的良心还过得去，看看这个。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知道？我问你，你为什么今天会出现在这里？闭嘴的应该是你！我抗议！金律师他这是在公然咆哮法庭！都闭嘴！我当时走得早，前面发生了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我有东西忘记拿了。当我回公司的时候，我看到他站在丁小雨身后，在楼梯上一把把他推了下去。王有德，你以为他们以前不敢说，现在就依然不敢说吗？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像我这样的契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大律师，现在在法庭上，两位污点证人都对李娇娇做出了指控，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再说，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他们都看得见，你想用你的3寸不烂之舌，就能比得过庐山的铁证吗？该死的，这个金圣到底用了什么办法让他们背叛我的？别等我出来，到时候我找人弄死他。
检测到霸凌者贼心不死，系统特此发布最新任务。任务目标让霸凌者得到最严厉的判决。任务奖励感同身受体验卡+1，使用后可让所有案件参与者对当事人的痛苦和各种情绪感同身受。新任务，这有点麻烦。如果丁小雨不愿意在法庭上揭开伤疤，只凭推人下楼，还不足以判李娇娇死刑，有点难办啊。不过是霸凌而已，只要我用出那张底牌，他绝对会被当庭施暴。我抗议！法官大人，金律师的发言是对我的当事人精神攻击，我的当事人有权否认这一切。为什么？请说出你的理由。因为我的当事人患有非常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精神病？他看着这么正常，怎么可能会有精神病？我看他比我都正常。就是，真有病的人怎么可能正常出庭啊？早就该被抓到精神病院里了。就是，他看着这么会算计，上了法庭还不愿意认罪。我看真的有精神病的人受到这样的精神刺激，早就发病了。金律师，如果他真的有精神病的话，那他是不是就不用判刑了呀？如果他真的有精神病，别说是霸凌了，就是当街杀人，也会被立刻送往精神病院治疗。我看一定有问题。王律师，如果他真的有精神病的话，不是你空口白牙能说了算的，你得拿出合法的证据来。金律师，你现在怎么这么慌啊？拼了命的让我拿出证据。你还是少说些废话，赶紧把证据拿出来，否则我就认为你是在法庭上作假。苏庆，被告律师，立刻拿出你的有效证据。当然，我现在就拿出来。当然，我现在就拿出来。对，我们有证件，我一块带来了。小子，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没想到我还留着这个杀手锏。经本庭核实，这份由青山精神病院签发的精神分裂症诊断证明是真的。怎么可能是真的？那李娇娇这种恶魔，岂不是就要逍遥法外了？完了，金律师，这下全完了，我可怜的女儿呀！别怕，我有办法。你能拿出来什么？法官都宣判这是真的。法官大人，我抗议。李娇娇家里很有钱，谁能保证她这张证书不是买通了精神病院伪造的，而做了这么一张假的真精神病证书呢？我操，对啊，以李家的财力买通一个医院拍假证明，太有可能了。没错，他看着太正常了，完全不像有病。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有证据？是，虽然我没有具体的物证，但是李娇娇本人就是最大证据。我发现跟开庭以后，她也开庭，而且你们那张证书为什么不早一点？那是因为我要保护我委托人的隐私权。毕竟谁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有神经病？至于正常，精神分裂在没有发病时候和正常人无异，但这不能证明他没人病。归根结底，那只是你的一面之词。法官大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李娇娇本人确实有病，那么我想单凭她的一张证明，我可以合理的质疑这张证书是伪造的。谁说我不能证明？这两张就是李娇娇和她父亲的基因检测报告，这里边的基因序列
可以证明他的父亲就携带精神疾病这种隐性基因，而李娇娇作为他的女儿，也遗传了这种基因，这就是铁证。真是好人不长命，祸害1000年啊！这种人怎么能够逍遥法外呢？那2个人证也说了，他有心理变态，可能是真得了病才会这么欺负人吧？会不会是我们误解他了？你们俩等着，等我出去，咱们接着慢慢玩。秦律师，我们怎么办？他要是没事的话，那接下来就轮到我们俩了。金大律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如果没有，我就要代表我的当事人向法官大人申请无罪释放。法官大人，鉴于我方证据确凿，我在此代表我的当事人申请无罪。法官大人，您看。现本庭宣布，由于被告患有严重的精神类疾病，现申请。先等一下，法官大人，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李娇娇没有精神病。你还有什么证据？基因检测报告和青山病院证书2座大山压在这儿，难道你能把他们变没了吗？不管金律师有没有办法，我请他到底。哎，感觉是在拖延时间了，这怎么可能逆风翻盘啊？金律师，你真的还有别的办法吗？你一定要帮帮我呀！我女儿她……好啊，没关系，如果你们有任何证据，哪怕需要我配合，我都会全力的配合。金律师，如果你有新的证据，请立刻审判。法官大人，我的这证据不能用手拿出来，请给我一点时间。拿不出来，你在这里胡言乱语，是在浪费司法资源。王律师，听我把话说完，这里是法庭，不是你家客厅。受教，请被告律师保持冷静。金律师，你向大家解释一下。法官大人，我的这个证据虽然不能用手拿出来，但是当着在座的各位以及全网的观众，我想让他们亲眼看到证据。我再确认一下，有了精神病证书和基因检测报告，是否就能足以证明李娇娇有精神病，对吧？没错。你到底想说什么？有完没完？受教，金律师，本庭确认现有证据链完整，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就足以证实被告患有精神类的疾病。那如果我说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李娇娇没有精神病，是不是就意味着你们这一切都是伪造的？那么根据律法，伪造证据、欺骗法庭、意图脱罪，此等重罪是否应该从重处罚？该判多重判多重。你怎么可能证明一个有病的人没病？简直是天方夜谭！法官大人，被告律师，你们只需要回答我对还是不对。对，没错。王有德，您自以为是猎人，却不知从一开始就是掉进了陷阱。若不是你拿出这张王牌，我还真找不到判他死刑的完美理由。但是法官大人，在出示我的证据之前，请允许我对被告简单的提几个问题，我只需要1分钟。不过在此期间，无论发生了什么，请大家不要出声地打断，并且我请求将李娇娇的母亲和被告律师暂时回避一下。这什么无理要求？这是对精神病人甄别测试所必要的流程。谁能保证你在测试过程中不能用眼神或者暗示提醒病人？这也是保证测试的公平公正。本庭批准，法警，请将被告律师和家属暂时带离。
这是无理由的非法拘禁！法官，我抗议！我抗议！妈，你们要把我妈带到哪里去？快放开她，听见没有？小心我弄死你们！系统发动技能，精神心理学大师。金律师到底想干嘛？怎么感觉气氛怪怪的？你们看李娇娇的表情，她怎么突然开始害怕了？装的吧，她怎么可能会怕？李娇娇，你真的有精神病？当然有。那你告诉我，精神病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只是一个有精神分裂的人，我怎么知道我另一个面孔会是什么样子？你不是精神病，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胡说，你怎么可能知道？因为我才是真的精神病。你怎么可能是精神病？你不是啊，我才是啊！你怎么可能是精神病？那我刚才问你精神病是什么样子，你答出来，我可以告诉你。想知道吗？回答我。我当然想知道，那又怎么样？你以为我怕你？来啊！好，我满足你的要求。启动精神入侵功能，检测到宿主当前需求，系统将扩大宿主对周围人的精神影响。脑电波直接入侵脑神经，强迫其陷入极度恐惧。距离宿主越近，影响效果越大，宿主可以趁机提问。入侵成功。你现在看我的样子，跟刚才有什么区别吗？啊？这才是我的本来面目。我操，他不会真的是神经病吧？神经病怎么能当律师？不可能，是装的吧？我以前在精神病院工作过，见过这样的。可他比那些精神病还要吓人。李娇娇，你现在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精神病？我不是精神病，都是网友得出的主意，是他让我妈买了假的证件，又买到医院做了假的基因鉴定，都是为了给我脱罪的。你刚才说的什么？我没听错吧？原来这的都是假的。你没听错，他们伪造了证据，想要用精神病的名义来脱罪。混蛋东西，你阴我！你根本不是精神病，你是吓我的！管用就行了，这还不是学的你。再说了，刚才已经当着全国观众的面都和盘托出了。混蛋，你告我弄死你！你个混蛋东西！法官大人，相信刚才在座的人都已经看到了，李娇娇她根本没有精神病。这手段也太厉害了，居然把心理素质这么强的李娇娇吓得自己全招了。如果刚才他不是演戏，我真的会怀疑一个精神病居然也能当律师了。法官大人，不能相信他，法官大人，金胜他才是真正的神经病，而且病情更严重。李娇娇就是被他吓得失去理智，才承认自己没病。这样的神经病怎么能当律师？法官大人，他就是个疯子！我申请立刻吊销他的律师资格。王律师，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演技太逼真，你也相信了？不是像你，就是一个真正的神经病。法官大人，我想这个足以证明我的精神状态完全正常。刚才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揭穿他们的骗局而进行必要的表演罢了。快，把热搜内容投到大屏幕上！快，把热搜内容投到大屏幕上！
我的天，心理学大师，他竟然是专家！怪不得他能把李娇娇吓得自己招供，原来这就是专业的心理战术啊！王律师，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意思是，他刚才完全都是在表演。这张证书证明他是这方面的顶级专家。你是丑货，现在满意了吧？不可能，只是一个证书而已。肯定是他伪造的，他伪造的！你闭嘴！这里是法庭，你再多说一句，你的女儿就多一条罪。你是这样的死吗？属下，被告李娇娇伪造证据，欺骗法庭，罪加一等，其霸凌行为。法官大人，请等一下。鉴于被告李娇娇精神完全正常，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其行为之恶劣，手段之残忍，影响之巨大，已在全网引起了数十万民众的公愤。如果今日不能从重判决，法律的尊严何在？人民的公信力何在？所以，我原告律师金胜正式向法庭提出申请，判处李娇娇死刑立即执行。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妈，你快救我！王律师，你快想想办法，死刑啊，怎么能是死刑啊，王律师？法官大人，我可以，即便我的当事人罪名成立，也只是故意伤害，绝达不到死刑标准。达不到，金小雨将终身残疾，他的一辈子都会生活在心理阴影之下，也就是说，他的一生都会被毁了。难道这还不够吗？残疾、心理阴影，经历什么？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他能留下什么阴影？法官大人，请给我2分钟的陈述时间。案情批准。但是在我陈述之前，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来自于我们这个民族百年的屈辱史的故事。在很多年以前，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战火平息，山河重建。但有一种伤痛却被很多人遗忘。在这片土地上，有很多幸存的老奶奶，她们从青丝等到了白发，始终在等待那魔鬼的一句道歉。可是到了后来，他们没有等到，于是他们将这些魔鬼告上了国际法庭。但即便如此，那些人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可是后来，奶奶们还是赢了。你们知道，他们用来击溃魔鬼谎言的武器是什么吗？是他们自己的身体。他们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撕开了自己一生的伤疤，将那些魔鬼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永不磨灭的耻辱的烙印公之于众。法官大人，今天这样的故事似乎又在重演。我绝不能让一个这样的花季少女为了所谓的讨回公道，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示她那凌虐之后的屈辱的伤痕。我的女儿，我可怜的女儿啊！金律师，你不要说了，我们都明白了。不，法官大人，我要说，如果像李娇娇这样的恶魔不能得到最严厉的惩罚，那就等于在告诉所有人，金钱和权势将凌驾于法律之上。如果这样的话，
今后谁还会相信我们的法庭？谁还会相信正义？今天的判决不仅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命运，它还关系到我们在场的司法人员的公信力。如果不重判，那您、我们都将是这种丑闻的一部分，愧对国家，愧对良心。本庭现在就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死刑复核。全体起立。经本庭与最高人民法院紧急复核决定，现宣判：被告人李娇娇犯故意伤害罪，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另犯伪造证据罪、欺骗法庭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告人王玉兰犯包庇罪、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被告律师王有德犯包庇罪、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终身吊销其律师执业资格。死刑！死刑！正义万岁！金律师牛逼！哭了，等了这么久，终于等来了这个结果。小雨，叔叔总算没让你在公众面前撕开自己的伤疤，恶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让霸凌者得到最严厉的判决。任务奖励：感同身受体验卡+1，发放至系统空间。金律师，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我给你磕头了。行的，快起来吧，快起来吧，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不起来，你要是不接受我这一半，我就一直不起来。还是起来吧，就这样。金律师，在这个世界上，哪还有像你这么好的律师啊？这正是我应该做的。我相信还有很多像我这样坚持正义的律师。金律师，刚才丁阿姨来电话说小雨已经能下床走路了，但是身体还很虚弱。她说等小雨身体好了，一定带她来亲自感谢你。不用那么麻烦了，这也是我们律师应尽的职责。杜红军杜大哥也太惨了，一个保家卫国的退伍军人，老婆怀孕7个月，被无良医生骗说是死胎，结果孩子被卖了，老婆连肝带肠子都被割了。杜大哥为妻儿报仇，徒手打死那个畜生，还主动自首，这才是真汉子。为妻儿报仇，怒杀恶徒，这样的英雄好汉不该是这样的结局。法律不外乎人情，这个案子我接了。检测到宿主强烈意愿，触发隐藏任务。任务目标：为杜红军进行无罪辩护。任务奖励：微表情动态捕捉与心理分析技能卡+1。你就是金律师，不要再费力气了。我杀了人，我认罪。你走吧。
罗老弟，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帮你。你看看，2个案子我都赢了，这是其中的一个。我是退伍军人，犯了法就要承担责任。我不上诉了，承担责任？那我问你一句，你后悔吗？我不后悔，是没有你自己不会去杀我的。好，那就对了，杀人是犯法的，但是要看你杀的是什么人。你为国尽忠是军人，你为妻儿报仇是父亲，是丈夫。你杀的是一个披着白大褂、草菅人命的恶魔。这样的英雄，为什么要替那种人家陪葬呢？可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我绝不能看着一个保家卫国、保护妻儿的真男人，因为冰冷无情的法律条文而死。秦律师，我还有活下去的希望。你放心，我会拼了一切，也要让你无罪释放。现在你把一切都告诉我，你妻子的死因，你的动机，不要漏过一个细节。秦律师，都是那个人渣。我就一下都把他打死，我真的是冤枉。秦大律师，这次还真是多亏了您，才能让杜红军那个杀人犯得到应有的报应。刘女士客气了，分内的事再说，他都对自己的杀人事实供认不讳，这种案子小于死。您放心，杜红军执行死刑的那天，我的那份准信绝对少不了您的。秦律师，不好了，那个杜红军他又发起第3次诉讼了。什么？他还真是贼心不死。哼，不过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刘女士放心，上诉只有3次机会，这次他失误就是死刑，立即执行，谁也救不了他。可帮他提起上诉的律师是金盛，都没听过什么阿猫阿狗，也敢跟您秦大律师叫板？金盛最近在业内掀起血雨腥风的金盛是吧？对，就是他。听说他接手的2场官司全都是必输的死局，结果不但赢了，还把对方的律师都送进了监狱。什么？这怎么可能？杜红军就是个穷鬼，他怎么请得起这样的律师？还真是他。最近全网都在关注这个事情。秦律师，你可千万不能说，坚决不能让杜红军那个杀人犯逍遥法外啊！你慌什么？金生再厉害就是个律师，杜红军2次认罪，铁证如山，在杀人偿命的铁律面前，他翻不过身的。我正想会会他，在法庭上把他踩在脚底下。我秦玉成在业内就是无人能替我。肃静，现将杜红军故意杀人一案进行终审宣判。开庭。法官大人，此案万众瞩目，为了彰显我国法律的公开与公正，本次庭审，我方申请进行全网公开直播。本庭批准。各位网友，大家好，本人秦于成，今天当着所有观众的面，让这个杀人凶手伏法认罪。金律师，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不是一句为爱复仇就能抹去罪孽的。如若你执意要为杀人凶手脱罪，
就是公然挑衅国家法律尊严。虽然很同情杜大哥，但杀人就是犯法。秦律师说的没错，法律就是法律。这次金律师怕是也无力回天了。杜老弟，冷静，已经有我。秦律师说的对啊，法不容情。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仁义礼智信为立命之本。难道我们从小学习这些，就是为了长大以后当一个毫无感情的法匠机器？如果今天是你的妻子，怀胎7月被人活活剖开肚子，孩子给掏出来当死胎贩卖，你会怎么做？而那个凶手，那个恶魔，却在你面前逍遥法外，你会怎么做？告诉我，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杀人犯？为什么要有一个保家卫国的英雄的命去为一个人渣陪葬？秦律师，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回答我，你会怎么做？我抗议！本案审理是杜红军杀人案，不是那个医生的旧案。旧案？好啊，秦律师，你终于承认了，那个无良医生是一个犯过旧案的杀人恶魔了。我抗议！这是污蔑！肃静！关于死者生前的犯罪事实，经过前2次庭审调查与取证，以示体证，但金律师是其中一人。本案的核心是杜红军的杀人行为，请回答正题。法官大人，金律师的问题我来回答。如果是我绝不会像杜红军一样冲动行凶、诉诸暴力。我会拿起法律的武器，为我的妻儿讨回公道。系统使用感同身受技能强化卡。感同身受强化卡使用成功，全场共情效果提升300%。秦律师，你是律师，你会利用法律，但是杜红军不是。我请问在场的各位全国观众，有几个是律师？当一个普通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除了利用自己的拳头，还有什么？他为妻儿报仇之后，没有选择逃亡，而是第一时间选择自首。这样一个对国家忠诚胜过自己的生命，对妻子疼爱胜过自己的原则，却被你们塑造成一个冷酷无情的杀人机器。请问天理何在？人心何在？难道我们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道义人情，却比不过一张冷酷无情的法律条文吗？法官大人，我的陈述完毕，但是我还想恳请您当庭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我的当事人杜红军，如果我能证明他就是那个恶魔医生的下一英雄，那是不是法庭就可以认定他不是故意杀人，而是正当防卫？什么狗屁正当防卫？杜红军他就好好的坐在这里，而我的丈夫已经被他亲手给杀害了。理论上，如果金律师能够提供确凿证据，证明死者对你的当事人存在加害意图和行为，那么正当防卫的辩护理由可以成立。我抗议！法官大人，这是无稽之谈，他不可能有证据的，就是蓄意谋杀。金律师，杜红军是军人，他不是侦探，他当然没有证据。但是我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在开庭之前，我已经做了详尽的走访调查，并且成功的
拿到了证据。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有证据？我丈夫早就盯上了杜红军那强壮的身体，想拿他做非法实验，可那些证据早就被我亲自销毁。你上哪去找证据？法官大人，您看现在我还需要呈上那份根本不存在的证据吗？秦律师，你快想想办法，不能判他无罪。杜红军那个恶魔，他必须死！给我闭嘴！我有什么办法？是因为你太蠢了，亲人他们炸出来了，你个蠢货你！我抗议！法官大人，金生刚才是电视的用功。秦律师，你看清楚了，这里是最高法庭，有数十万观众正在观看这场。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法，律师的职责是为了公平正义，而不是美化犯罪。诸位记住，法大于情，但情大于理。法官大人，我要说的都说完了，希望各位陪审员本着一个执法者的良知，对本案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原告律师邢玉成，你有违文抗议，本庭驳回。本案案情重大，影响深远，本庭与陪审团需要休庭5周，进行最后审理。经本庭与最高法最终裁定，被告人杜红军其行为是在自身生命受到最大威胁的自卫反击，死者生前罪大恶极，并有杀人未遂的直接意图。故本庭宣判，被告人杜红军故意杀人罪不成立，当庭无罪释放。你们这帮收了钱的黑心法官，你们会不会上我？干什么？走！金胜，你给我等着！赢了赢了，秦律师 YYDS， 正义必胜！这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判决，千里昭昭。秦律师，谢谢我给你跪下了！我不服，上诉！金胜，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要上诉！上诉？我差点把你给忘了。法官大人，我现在正式向原告的辩护律师秦玉成提起诉讼，起诉他诬告陷害。我抗议！我是收到委托人的委托，履行律师的职责。他不是在履行职责，而是在收了钱以后，明知道我的当事人杜红军被逼无奈，却颠倒黑白，硬把一个英雄置于死地。法官大人，在座的各位，今天我要状告他，并不是为了说明我金胜多么的无敌，而是要告诉圈内所有的同行，律师的职责是为公平正义而战，而不是为了金钱颠倒黑白。哪怕是为了真正的罪人辩护，也要寻求合法的宽恕，而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黑的混白的。关于你对秦正律师的指控，本庭受理。本庭受理。法官大人，既然如此，当着全国人民的面，看看法律的天平究竟会不会偏向金钱一边？秦城，鉴于你金胜，你别得意，你把我踩在脚底下，是不是跟整个圈子为敌？法官大人，我抗议！事到如今，秦玉成还在当庭恐吓，我请求罪加一等，控告他当庭自作。
金生，你个杂种！还有你敢这么叛我，在圈子里的朋友是绝对会收手还款的。记住，我看来你是彻底的疯了，这回是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好一个不会袖手旁观！来人，马上成立作案组，将秦城这一来经手所有案件全部重新审查。带走！你个杂种！这话是什么意思？保安，审理结束。法官大人，您是不是还漏掉了一个人？原告刘丽犯包庇罪、伪造证据罪，企图蒙骗法庭。原告刘丽犯包庇罪、伪造证据罪，企图蒙骗法庭。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丈夫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是无辜的，你们不能判我。无辜？呵呵，就在刚才，你为了给丈夫脱罪，亲口承认了丈夫盯上了杜红军，准备拿他做实验。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觉得自己无辜吧？你觉得在数十万观众的面前，你现在的辩解还有半点说服力吗？肃静！原告刘丽犯包庇罪、伪造证据罪，数罪并罚。本庭宣判，判处刘丽无期徒刑，立即执行。带走。恶人就该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监律师为我，法官大人为我，这才是人民的法庭。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为杜红军进行无罪辩护。任务奖励为表情动态捕捉及心理分析，技能卡 X1 已发放至系统空间。这个事，请问一下，您是如何在终审判决上逆风翻盘的？请问您对秦玉成律师被当庭收监有什么看法？杜红军先生，沉冤得雪，您现在有什么想说的？秦律师，他不是律师，他是我杜红军的救命恩人。金律师救了我，是金律师让我堂堂正正的活在阳光下。金律师，你别服我，我知道儿媳下也放弃，但是跟您这样为人民请命的律师下跪，我心甘情愿。对。起来吧。过去的那个金胜已经死了，从今往后，我只会站在阳光之下，为正义和良知而战。